家人们，中秋节快乐啊！怎么打造一个饱满无死角的胸肌，让你挺胸有气质？其实我的胸肌还挺烂的啊，下胸部分天生是八字胸，但是好在我整个胸部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像我先天肌肉有点缺陷的话，那么后天就要从维度、从刻度方面尽可能去弥补我们的弱项部位。来看看我今天是怎么去加强我的胸部的。第一个动作，平板卧推，可以说是发展胸肌的王牌动作。在进行大重量卧推前，一定要进行充分的热身，先从轻重量开始，循序渐进，不断的递增训练重量，目标是要完成每组5到8次。在做卧推的时候要保持挺胸，肩部下沉。OK， 我们带上护肘。准备上点强度，注意在做卧推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让杠铃以自由落体的形式砸向你的胸部，而是想着你的胸部主动去触碰杠铃，这样子能够让你的上臂保持住张力，也能够让你的卧推更稳定、更强有力啊。这个动作我们做4组，每组8到12个。然后在组间休息的时候呢，要用力收紧胸肌10到15秒，这样能帮助我们激活更多的肌纤维，让更多的血液涌向你的肌肉，你会获得更强的泵感和酸痛感，最终也会帮你带来更多的肌肉的增长。一个好看的胸肌离不开饱满的上胸，所以我们第2个动作上斜哑铃卧推，比起杠铃哑铃有更大的动作幅度，能给胸肌带来更好的拉伸和收缩。在推起的时候呢，不要只是单纯的把哑铃向上推起，而是要想着将你2个肘部往内夹。这一点小的差别将会给你的胸肌带来截然不同的收缩感。将上斜蹬调至30到45度挺胸，肩部下沉，肘部不要朝外打得太开，身体不要过分反弓。这个动作做4组，每组10到12次。前2个大重量动作做完之后呢，我们该侧重一下肌肉的收缩了。第3个动作，上斜的对卧哑铃卧推，这个动作能给胸肌带来超强的收缩感。将2个哑铃靠在一起，这个动作的诀窍就在于双手要全程用力的往里挤压哑铃。这个动作做4组每组做12到15个。第4个动作，器械臂屈伸，很多健身房都没有这个器械这个动作是针对我们的下胸发力其实和双杠臂屈伸是一样的，用下胸的力量尽量的去往下去挤压，顶峰时最好能够收缩1到2秒钟。我们的身体如果前倾的越多，越针对于我们的胸肌。第5个动作，绳索夹胸，身体略微前倾，挺胸，核心收紧，肘部保持微弯，注意双手要保持张开，这样可以减小小臂的发力，让胸肌保持更强的张力。将你的肘部和肱二头肌向内夹，顶峰收缩，然后有控制的完成回放。当你无法完成1次夹胸的时候再完成5次的绳索卧推。这样的动作我们完成4组每组15个。下次练胸的时候试试看吧。更多的健身干货会陆续更新，我是聪哥，点赞加关注。今天教你们如何打造猛男倒三角，拥有宽阔的背部，让你脱衣有肉，穿衣有型，做一个行走的衣架。首先，我用引体向上来进行热身，可以练到我们整个的背部，包括斜方肌、大圆肌和背阔肌，能让背部得到充分的激活。我们做5组，每组10次。做完之后，我的背部其实已经得到了预热。接下来正式组训练，第1个动作哑铃划船。首先在动作初始阶段，让我们手臂往前伸直，充分的拉伸我们的背部，通过驱动肘部一直将哑铃向臀部的位置拉，肘部尽可能的往后拉，这样才能更好的练到我们的下背阔肌，让你的背部看上去更宽阔，营造出倒三角的视觉效果。这个动作不需要太大的重量，重点在于去感受肌肉的拉伸和收缩。这个动作做3组，每组单侧10到12次。第2个动作，绳索的直臂下压，在这里我采用的是2头弯举的握感来做，双手握距比肩宽，身体前倾，在动作顶端将肩膀往下沉，充分的拉伸背部，然后通过驱动肘部将握感拉向我们的下腹的位置。当拉过来的时候，挺髋顶峰收缩，收紧背阔肌。这个动作做3组，每组10到12次。第3个动作，器械的踢杠划船，这个动作能够在不给我们腰部带来压力的同时，很好的训练到我们的背部。如果你腰部有伤，做不了杠铃划船，这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动作。采用的是宽距，更针对的是我们的上背部。在动作底端将肩膀往前伸，充分的拉伸我们的背部，然后通过驱动肘部往上拉，拉起来是挺胸。注意，在做的时候，双手不要用力的抓握，发力的关键应该是你的肘部。这个动作做4组，每组8到12次，每组不断递增训练重量。第4个动作，宽距的高位下拉。很多人在做下拉的时候呢，会将他们的肘部往后拉，但这样练到更多其实是斜方肌和大圆肌，这样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想练的是背阔肌，那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肘部位于体前，然后直直的往下拉。这样的发力点就是在我们的背阔肌。所以那些总说练不宽背的，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在动作顶端充分拉伸背部，然后拉下来的时候顶分收缩。背部训练的关键在于高容量，同时要做完整的动作幅度，充分的拉伸和收缩。为了盲目的追求重量而牺牲动作幅度，这样对背部发展没什么帮助。这个动作做4组，每组10到12次。颈后高位下拉对你背部的肌肉的刺激是非常棒的，尤其是对那些做颈前类动作找不到感觉的小白来说，颈后下拉你们可以试试4组，每组12个。如果感觉到肩膀里面不舒服，那么老老实实去做颈前高位下拉就可以了。第7个收尾动作硬拉是帮助我们打造后实背部的关键。注意，不要靠双手去拉起杠铃，而是要通过双脚蹬地来让杠铃离开地面，向前挺髋，完成锁定。之所以把硬拉放在最后去做，是因为经过前面的训练，我们的背部已经得到充分的刺激，这时候已经不需要使用很大的重量，也能够给背部带来的很好的刺激，这样也更安全、更高效。3组，每组做8次。